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央八40集年代剧热播，赵丽颖颠覆形象演基层，真实感直接圈粉。2026年开年，一部名为《小城大事》的40集年代剧，在开播前就牢牢锁定了观众的目光。它由赵丽颖和黄晓明领衔主演，定档1月10日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并在腾讯视频同步独播。这部剧原名《造城者》，改编自获得浙江省5个1工程奖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它的故事原型是浙江龙岗从一片荒凉滩涂崛起为现代化城市的真实奇迹。一群农民没用国家1分钱投资，硬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和集资，合伙的创举，建起了一座城。这个小人物干大事的内核，让他在杀青后热度就持续攀升，被业内视为接棒人世间的潜力之作。主演颠覆形象，演技派集体下乡。小城大事引人瞩目的，无疑是2位主演的彻底转型。赵丽颖此次饰演基层女干部李秋萍，她剪去长发，素颜出镜，肤色做旧，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裳。预告片中，她挽着裤腿踩在泥的里，喊着没钱咱就集资，没路咱就硬闯，与以往精致角色形象判若两人。为了贴近角色，她提前深入龙岗体验生活，在零下5度的雨天不用替身连续拍摄。黄晓明则凭借剧中乡镇干部郑德成一角，试图彻底打破霸总标签。他特意瘦身晒黑，苦练温州方言，在剧中顶着乱糟糟的头发，操着方言与老乡沟通。他与赵丽颖的角色从最初的互对对手，转变为后期并肩作战的戏精搭档，这种关系为厚重的题材增添了不少轻喜剧张力。配角阵容同样堪称顶级，陈明昊、张国强、耿乐、于矮磊等实力派演员加盟，塑造出鲜活的乡镇人物群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是已故优秀演员朱媛媛的荧屏遗作。她在抗癌期间坚持完成了高雪梅一角的拍摄，这个角色是带领农村秀娘创业，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型的关键人物。他的敬业精神与角色命运交织，为作品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情感重量。顶级班底护航，复刻80年代热血。剧集的幕后制作班底为其品质提供了双重保障。导演孙浩曾执导爆款剧《庆余年》，总编剧袁克平则是大江大河系列的编剧。两人对宏大叙事下的小人物刻画和年代题材有着深刻理解。为了还原上世纪80年代的真实质感，剧组耗费心血一复刻了当年的城镇风貌。从印着上海字样的旧旅行袋、褪色的宣传画，到锈迹斑斑的铁皮暖水壶，上千件老物件精准还原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服装也力求真实，赵丽颖的蓝色外套带着原主人亲手缝的补丁，黄晓明的中山装领口磨得发亮。从造城者到小城大事，一场命运的远征。剧集的核心故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平川县为了加快发展，决定设立粤海镇。李秋萍与郑德成2名干部秉持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带领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滩涂之上开始了艰难的建城历程。这不仅仅是一次物理空间的建造，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数十万农民命运的集体迁徙。剧中通过高雪梅等角色，展现了农民在向市民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习惯与身份认同的全面升级。从学习交通规则、学说普通话，到适应新的卫生守则和社区生活，这个过程充满了烟火气与人文温度。它讲述的是如何让脚上泥巴还未洗净的农民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主人。定档背后的期待与争议，小城大事从筹备到定档，一路承载着极高的市场期待。2025年10月，该剧就已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央视大剧片单，获得了官方背书。然而，剧集在拍摄期间也曾陷入争议。2025年4月，
该剧剧组被曝出拖欠群演工资数月，引发关注。尽管当事方后来表示问题已妥善解决，工资如数结清，但这一插曲也揭示了影视行业光鲜背后的另一面。如今一切准备就绪，这部剧集记了真实震撼的原型故事，颠覆表演的顶流演员，实力雄厚的制作班底和匠心打磨的年代细节。他试图用最朴素的镜头，讲述最热血的故事，一群普通人如何用双手和信念，在时代的浪潮中写下属于自己的大事。当一部剧集被赋予开年大戏、预定爆款的期待时，它承载的已不仅仅是娱乐功能。观众在期待赵丽颖和黄晓明如何突破自我的同时，是否也在期待一个能让自己共鸣的奋斗故事？当农民造成的集体记忆被艺术化再现，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过去的历史，还是当下某种精神的映照？这部关于建造的剧集，最终能在观众心中建构起什么？央八这部40集年代剧开播之后，很快就在观众中站稳了脚跟。没有夸张的营销，也没有刻意制造噱头，却凭借稳定的叙事节奏和扎实的生活质感，慢慢把观众留了下来。而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更是成为许多人持续追下去的重要原因。她所饰演的基层人物，并不耀眼，却真实；不张扬，却耐看。这种慢慢入心的力量，正是年代剧最珍贵的部分。很多观众最直观的感受是认不出来，不是因为造型刻意丑化，而是因为赵丽颖在表演中主动收起了以往的光感。妆容朴素，动作克制，说话带着生活气息，整个人仿佛真的融进了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她不再是被镜头追逐的中心，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颠覆并不是为了反差，而是为了贴近角色本身。基层人物最难演的地方就在于平凡，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也缺少戏剧化的爆点，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琐碎与坚持。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显得平淡甚至乏味。但赵丽颖的表演并没有刻意放大情绪，而是通过细节堆积人物。一个眼神的犹豫，一次停顿的叹气，一句并不完整的话，都让角色显得立体而可信。这种真实感，也正是观众所说的像生活。随着剧情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部剧并不是靠某一场戏取胜，而是靠整体质感慢慢积累口碑。赵丽颖的角色也在这种叙事中逐渐展开，不急着立人设，不急着制造高光，而是让观众在长期陪伴中理解她、接受她。这种方式也让人物的成长显得更加自然。从演员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选择需要勇气。基层角色意味着去光环化，意味着把自己放进并不讨巧的叙事位置。但也正是这种选择，让赵丽颖的转型显得更加坚定。她不再依赖被看见，而是更在意是否真实存在于故事中。这种心态的变化，也直接体现在表演上。观众的认可其实来得很诚实，没有铺天盖地的夸赞，却在弹幕和评论里反复出现真实耐看有生活味这样的评价。这些词看似普通，却是对年代剧和基层角色最高的肯定，因为它意味着观众愿意把剧中人物与自己的记忆和经验联系起来。这部剧的热播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了行业，观众并没有拒绝慢节奏，也没有拒绝现实题材，他们只是拒绝虚假。只要故事真诚，人物可信，就算没有强刺激，也依然能被接受。赵丽颖的基层形象之所以能圈粉，正是因为她没有试图讨好，而是选择尊重生活本身。看到这样的作品和表演，也不免让人产生更多期待。期待演员能继续在真实中深挖角色，期待更多创作者愿意把镜头对准普通人，讲好他们的故事。年代剧的价值，从来不只是怀旧，而是在回望中让人理解当下。最后，也想对观众说一句，在快节奏的内容环境中，愿我们能为这样的作品多留一点耐心，慢慢看，慢慢体会，
让角色在时间中沉淀。或许正是在这种不喧哗的陪伴里，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表演的力量，也能在别人的故事中看见自己的影子。双强再合作，成耳人鱼直指人性深处，王一博彻底告别流量路线。2025年5月，当成耳导演带着他的新片人于振荣、王一博、汤唯、王传君、黄义慈、黄多多正式亮相时，他迅速冲上了各大平台最受期待榜单的首位。一部尚未定档的文艺片，仅凭一个名字和几张海报，就搅动了整个舆论场。这背后是导演成耳与顶流演员王一博的第二次冒险，也是市场对一部超级艺术片复杂心态的缩影，既渴望它的深度，又怀疑它的票房。毁容是转型与身体的代价。王一博的粉丝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他们熟悉的偶像在人鱼里可能面目全非。为了饰演来自大兴安岭腹地的青年，王一博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水下特训。公开的拍摄花絮显示，他在接近0度的海水中浸泡超过6小时，完成水下睁眼特写，身体几乎失去知觉，鼻尖冻得通红。这还不是全部，为了贴近角色原始的生存状态，他的体脂率一度降至8%以下，并在零下40度的冰河中进行拍摄，完成了诸如像野人一样用牙丝扯生吃的镜头。这种自毁式的训练并非孤立。饰演日本青森女学生的黄多多，为了水下戏份，将闭气时间从1分钟练到了3分47秒。而另一位主演王传君，为了饰演越南河内的中年男子，主动增重并苦练口音。导演成耳对真实的偏执，让整个剧组都经历着身体的极限考验。在厦门，他为了一场浴戏可以等待数天，只为捕捉最自然的天气光线。演员们在真实的寒冷中表演，冻得脸色发青的状态被直接呈现在镜头前。3个地点，3段交叠的人生。人鱼的故事脉络，如同它的片名一样，充满了隐喻和交织感。影片构建了3个地理与心理空间：中国大兴安岭、越南河内、日本青森。王一博的角色是一个从近乎与世隔绝的大兴安岭走出的纯真青年，第一次面对南方繁华世界的诱惑与冲击。王传君的角色是一个在越南河内过着麻木生活，以别出心裁的人鱼表演为生的中年男人。黄多多则饰演一位在日本青森学习艺术的女学生。这3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孤独灵魂，他们的命运却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有分析认为，影片通过这种多线叙事结构，探讨的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代生存寓言。王一博的角色在南方城市里，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在北京海底世界进行人鱼表演后因身体原因转行成为陪伴者的女演员，由汤唯饰演。她一边帮助他，一边又试图控制他的人生，展现出半面服半面魔的双重性格。而王传君的角色，其麻木的生活被一则日本湖污染水排放的消息所打破，他的生计与内心都受到了巨大冲击。成耳的任性与艺术的赌博。导演成耳在业内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产量极低，却以强烈的作者风格著称，非线性叙事、对称构图，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挖掘。他身兼导演、编剧、剪辑数职，对细节有着近乎偏执的控制欲，无法忍受墙面出现白点，床单没有铺平。这种洁癖美学让他的电影画面极具质感，但也曾被批评为华丽而空洞。成耳的电影向来不追求商业上的安全。人鱼作为一部明确的文艺片，投资回报率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但博纳影业的于东选择支持他，认为电影市场不能只有商业大片。成耳自己也投入了心血，甚至传闻他亲自投资了这部影片。他的目标很明确，冲击国际奖项，为华语文艺片拓宽边界。他选中汤唯作为女主角，看中的正是她在国际影坛，尤其是在韩国的声誉和其天生的文艺片气质。这种信任在内娱极为罕见。
程耳看中的或许是王一博身上那种清澈的野性，与他作品中爆裂的诗意能够产生共振。从无名中克制的叶秘书到人与里原始野性的青年，王一博正在完成从顶流偶像到严肃演员的艰难转身。为应先热与沉默的争议，人鱼的热度在官宣阵容的那一刻就已引爆。关于剧情的各种猜测在网络上蔓延，有人认为他通过3个平行故事暗喻当代社会的孤独，也有人从早期流传的剧本推测，故事涉及一女二男的爱情纠葛，男主角人设增带有渣男色彩。更有观点将影片与环保议题联系，认为其中暗讽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与此同时，争议也随之而来。黄多多作为星2代空降重要角色，引发了关于资源与实力的讨论。影片极度保密的拍摄过程，连一张路透都没有，更增添了神秘感，也让外界对其最终成片质量抱有疑虑。王一博的粉丝期待他能凭借此片在演技上获得权威奖项的认可，而更多的影迷则担心程耳强烈的个人风格是否会再次陷入形式大于内容的争议，就像无名曾被部分评论认为人物扁平、叙事破碎一样。电影市场永远在寻找下一个爆款，但人鱼似乎志不在此。它更像一把精心锻造的刀，程耳用它来雕刻自己心中关于人性与命运的作品。王一博则甘愿成为那条被解剖的鱼，现晒出偶像的光环。当极致的身体付出遇上极致的作者表达，当顶流的商业引力碰撞小众的文艺内核，这部电影最终呈现的会是一个震撼人心的艺术杰作，还是一曲孤芳自赏的行业挽歌？这把刀究竟会切开市场的沉默，还是只划过了自己的一厢情愿？当双强在合作这几个字出现时，外界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期待与审视并存。程耳与王一博的再次携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清晰而坚定的选择。人鱼并不是一部安全的作品，它不讨好市场情绪，也不急于给观众明确的答案，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幽深、更复杂的人性地带。在这样的创作语境中，所谓的流量优势几乎不起作用，甚至可能成为负担。也正因如此，王一博选择继续走进程耳的作者电影体系，本身就是一次主动的去标签。程耳的作品一向以风格强烈、叙事克制、主题晦暗而著称。他关注的不是情节反转带来的快感，而是人在极端情境下的心理褶皱。人鱼从片名开始就已经暗示了模糊的边界，人如何在欲望、恐惧与选择中逐渐异化，又如何在沉默中暴露本性。这类作品对演员的要求从来不是好看，而是可信。王一博愿意把自己放进这样一部作品里，意味着他清楚地知道这条路不会轻松，也不会立刻换来掌声。告别流量路线并不是一句姿态化的宣言，而是一连串具体而清醒的选择。它意味着接受更长的拍摄周期、更不确定的市场反馈，也意味着角色塑造要服从导演的整体美学，而非个人光环。在当下这个强调效率与回报的行业环境中，这样的决定显得格外不合时宜。但正是这种不合时宜，才让转型显得真实。真正的转向，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从观众的角度看，这样的合作同样值得被认真对待。我们习惯用成功爆款去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却常常忽略了电影作为艺术形式的另一面。它可以不迎合、不解释、不提供情绪出口，而只是提出问题。人鱼所尝试触碰的，正是这些不舒适、不讨喜，却真实存在的情感与人性状态。王一博的参与，让更多人愿意走进这样的作品，也让严肃创作拥有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当然，选择文艺片并不意味着否定商业价值，更不是自我消耗。相反，它是一种对职业生命周期的长远考量。当一个演员不再把被看见当作唯一目标，而是开始在意留下些什么，他的创作坐标就已经发生变化。
成儿与王一博的再次合作，更像是一种彼此认可的延续，认可对方的耐心、判断力以及对作品本身的尊重。在这个过程中，争议与质疑几乎是必然的。有人会担心风险，有人会质疑回报，也有人不理解为何要放弃看似更轻松的路径。但所有真正重要的选择，往往都无法得到一致认同。创作如此，人生亦如此。能够在喧嚣中保持判断，在不确定中坚持方向，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能力。最后，想把这份思考送给每一位关注这次合作的人。无论你是否了解成儿的风格，是否熟悉王一博的过往，都不妨给人鱼一点耐心。他或许不会让你立刻感到愉悦，但可能会在某个安静的时刻，让你重新思考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正是电影存在的另一种意义。真正的成长与转型，从来不是为了取悦所有人，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选择。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